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东美们新不增加第9季第8集。对于长期违法给警方增加工作量的证明，警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来惩罚他们，那就是用假的奖券请君入瓮，然后在瓮中捉鳖。别人会不会上当不知道，不过辛巴是肯定会的。虽然小新提醒老爸他们没有买过警局彩票，不过这时候的辛巴怎么听得进去，一路高歌猛进。全家人来到了警局门口，辛巴看着连大门都关上了，心有不安。辛巴没有理会家人的质疑，大踏步就跨进了警察局，不听家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一进入所谓的拿奖室，辛巴就被2个警察制服了。警长很得意的询问手下，辛巴犯了什么事？他有235张未付款的停车单，共计175元。被逼无奈之下，辛巴给警长开了一张支票，给完钱了，辛巴还没忘讨要他的奖品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回到车上后，辛巴十分郁闷，对于孩子们询问和质疑，他更是无话可说。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辛巴为了缓解紧张气氛，把大家注意力引到正在修建大型购物中心，没想到这让辛小妹异常愤怒，因为修建停车场的地方曾发现过很多化石，虽然也许不能阻止他的修建，但辛小妹想要向有关部门投诉一下。很明显，家人们对他这个举动并不支持。辛小妹带他律师来到了修建场地，提醒负责人注意法律规定的文物保护。负责人告诉辛小妹，这里没有化石了，博物馆那些家伙已经挖了好几年了。不过辛小妹依然很坚持，因为博物馆可能会遗漏，必须允许考古调查。负责人只是觉得眼前小女孩分外可笑，得到谁的许可？难道是你吗？就在这时，另一个负责人表示，也许可以让孩子们来挖挖。说着，他就背过身去商量了一会儿，然后负责人就同意了辛小妹的要求。紧接着，辛小妹找到了校长，他握有一个把柄，所以很快就让校长答应了帮忙。按照辛小妹的要求，校长通知所有同学前去参加考古，不管情愿与否，所有人都分工明确，开始干活。就连校长也兴趣盎然。瞧，他发现了一块石头，哦，不是，只是一团泥巴。就在校长平复心情之时，糊涂蛋有了新的发现。等到大家都跑过去看的时候，才发现那只是从他铲刀下掉下去的刀片，简直是浪费大家的表情。辛小妹鼓励大家再加一把劲，说不定就发现了霸王龙，直接吓得糊涂蛋落荒而逃。夕阳西下，众人都累得奄奄一息，却依然一无所获。连校长也让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但辛小妹依然不放弃，她坚信这里存在有价值的东西。就在她奋力挖了几铲子下去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骷髅头。随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骨架的全貌也渐渐清晰，看起来是个人。但是这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把两边土拨开，这副骨架竟然还有2亿。看到眼前这幅景象，虔诚的基督教徒弗兰德很快就猜测这是天使。很快老毛子也说这就是天使，人群开始应声附和。辛小妹可不愿意相信天使的传说，她宁愿相信这是一个被深切鱼咬的原始人。很可惜，人们只觉得她想象力过于丰富。医生很快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幅骨架的所有权。他当然希望这能够让他拿去做研究。就在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时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，那就是辛巴。他把天使放车上就再走了。辛妈对于辛巴此举很是不解，不过他自然有自己的考量，他希望能够将骨架保存到更有价值的时候再拿出来。虽然就它可能存在年份，再多个几年应该并不会增加它的价值，但是辛巴可不这么认为，他总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。天使坐镇辛普森家，自然是引来了众多前来观摩的人们。首先暂时虔诚的基督教徒弗兰德一家，希望能够前来祈祷；再然后是校长的母亲，希望天使保佑他手术顺利。毫无例外，全都被辛巴拒绝了。当辛巴第3次打开门时，看到几乎全镇人民都围在了自家门前，吵嚷要见天使。莱尼更是表示自己愿意出钱来看天使，财富密码 get。对于每个前来观看的人，辛巴都收取了50美分，这可真是他的幸运天使。辛小妹却觉得爸爸不应该滥用天使这个词，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证明它的真实性。辛小妹想要说服老爸，将他带到博物馆，用科学手段证明他不是天使。但是辛巴才刚刚借此获得大把硬币，怎么会舍弃赚钱工具？于是他警告女儿不要亵渎神灵。不过让辛小妹轻易放弃也不可能。当晚他又敲掉天使的一小节骨头。第2天，辛小妹带骨头来到了博物馆。科学家得知骨头来历后，表示自己也有所耳闻，整件事情都是荒谬的。终于有人和他保持一样的想法了。于是辛小妹建议科学家马上展开研究，他答应了，并说明天应该就会有结果。辛小妹很感谢他，但也很抱歉不能回报他。不过科学家表示自己也不是看钱办事的人，多少给点就好了。天使在此让辛普森家每天都门庭若市。就在莱尼和卡尔争论着这到底是什么属
属性的天使时，新小妹来到了这里，告诉大家自己拿了一块骨头做实验，很快就能够知道结果了。就在人们纷纷谴责新小妹对神明不敬，并且所做事毫无意义之时，科学家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。然而他带来的并不是新小妹想要的，事实上是没有确定结果，这就让牧师有话说了，科学迟疑了。仅仅靠天使赚钱似乎已经不能够满足辛巴，他开始兜售天使的周边，比如天使荧光棒，号称天堂每个人都会佩戴。弗兰德直接来了4根。新小妹实在难以忍受这些愚蠢的人了，她走进了厨房，对妈妈发牢骚，说成年人谁信天使呀？不过令新小妹没有想到的是，新妈也信。她觉得妈妈一直都是一个聪明人，新妈告诉她，人总是要信点什么。新小妹也不是没有信仰，只是难以置信天使停在她家车库里。听到此话，新妈很为女儿难过，不过新小妹也为母亲难过。新小妹很快上了电视节目，她询问主持人，如果相信天使，那为什么不相信独角兽、海怪和妖精都是存在的呢？让主持人十分激动，谁都知道那些是假的，那不就对了？你还是相信科学的吗？或者你是想相信天使生活在孩子的幻想世界吗？这样的言论直接让观看节目的人们暴跳如雷。科学为他们做过什么？弗兰德更是表示关掉电视，科学就像是一个多嘴的人。他的话很快就在人群中引起了巨大反响，校长的妈妈马上表示是时打破科学了。很快疯狂人们就冲进了博物馆，大肆破坏里面的化石以及科学器材。不过当老毛子被象牙砸到的时候，还是希望医学能够救他一下，就连机器人也没能幸免于难。主持人表示今晚科学主义者应该得到了教训。新小妹看着科研所燃起的熊熊烈火，十分后悔自己发现那副可笑的骨架，是时候去了结这件事了。正当新小妹打算去敲碎天使时，却意外的发现它消失了。最伤心的就是辛巴了，他还有1000个天使烟灰缸没有卖出去。就在辛巴想要匆忙寻找替代品时，弗兰德带着警察出现了，他们希望能够接管保护天使的权利，不过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他已经消失了。人们自然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新小妹，她解释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，是她被人偷了。然而牧师却不依不饶，抢过新小妹手里的棍子，就说是她毁了天使。警长很显然也这样认为，直接让人把新小妹抓了起来。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，就在牧师律师叙述了新小妹的动机时，观众席上的莱尼突然发现天使所在，于是大家纷纷跑出了法院。新小妹自然也不构成犯罪事实。等到人都走光了，法官才颁布了一条限制性法令，那就是宗教随时都要离科学500码远。辛巴在天使下面发现一条信息，在太阳落山时要结束。末日信息无疑是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害怕，除了新小妹，她认为任何人都能写下这个，甚至在遥远的教主都得到了这个消息。所有人都把今天当作最后一天。新妈正给孩子们梳洗打扮，但是新小妹却只想一个人待着。她觉得让自己去过这个愚蠢的审判日就已经够糟糕了。新妈很明显对此深信不疑，她希望家里人都能够平安。在日落之前，新小妹竭力告诉新妈，他们不会有事，世界也不会末日。所有人都站在天使面前，等待着最后的审判。就在日落前的最后10秒，新妈2位姐姐十分淡然地抽着烟，因为他们战胜了癌症。秘书疯狂地吻了一下秃头。就在全民紧张的时候，新小妹在一旁平静地阅读。夜幕降临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新小妹正想告诉人们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一束光从天而降，天使突然说话了。看着缓缓升高的天使，连新小妹也开始慌了。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就令人啼笑皆非了，因为天使告诉人们，购物中心盛大开业，请跟着天使去购买想要的东西吧。原来一切都是商场负责人的阴谋，做了一副假的骨架，故意让新小妹发现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骗局，利用了人们最深的信仰来获得自己的利益。新小妹当时异常愤怒，但是她身后的人就不这么认为了。简单的附和2句之后，就开始奔向购物中心。新小妹很不解，为什么科学家没有检测出来？没有为什么？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检测。看着疯狂的人群，新妈对女儿说：“我想你是对的，但是不可否认，当天使说话时，你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。”新小妹有些尴尬，但是还是很感谢妈妈也紧握了她。新妈朝着女儿伸出了手，随时奉陪我的天使。然后他们一起朝人群的反方向走去，最终消失于夜色之中。在科学与宗教战争中，科学只要稍显迟疑，就会被宗教抹杀于无形。宗教本身并不可怕，它导人向善，帮助人们，在很多时候都是美好的象征。可怕的是盲目崇拜的人们，他们忘记了宗教教给他们的道理，在他们将科学推下神坛时，也让他们自己所信的宗教一并坠落。本集就将宗教狂热信徒的无知暴露无遗，对于身份不明的骨架顶礼膜拜，疯狂的毁坏科学的殿堂。这一切根本不会让宗教更加的高贵，反而将自身衬托得更加愚昧。然而比无知的群众更可怕的是用他们的无知以获取自身利益的人，也就是辛巴和负责人。在这些人的眼中，所谓的宗教和信仰不过是谋取利益的工具。他们甚至抓住了群众不会秋后算账的心理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。新小妹可谓是本集中的科学之光，一直
直保持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姿态。虽然他的一腔热血终究没有洒进群众麻木的心，不过好在最终让辛巴找回了现实。三人成虎，无知是吞噬理智的浪潮，当我们深陷其中又无法阻止，也许保持清醒，独善其身就是最大的胜利。若是没能抵抗住而随波逐流，及时醒悟，悬崖勒马也是另一种睿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